大家好，今天我跟我好朋友于建辉，他是在普洱市做那个批发红茶批发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点那个红茶，没问题，讨论一点那个行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一边讨论一边喝什么茶？这个你带的？这个是那个蒙库的赛红。蒙库的赛红。所以赛红是什么意思呢？赛红就是红茶，它的干燥方式是用太阳晒的那种。就是干燥方式跟传统的红茶不一样。传统的红茶是怎么做的呢？传统的红茶它是烘干的嘛。烘干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它是用太阳晒干的。用太阳晒干。那你觉得，所以传统的红茶就是滇红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们叫滇红，它是烘干的茶，晒红是晒干的，比较简单。你觉得那两种茶有什么区别？可能在烘干的话，它茶叶更香，可能更适合传统大部分人的口味嘛。然后这个晒的话，它可能就是没有香气，味道的话可能就是会更深一点，有点像那个生茶的味道，可能一开始喝大部分人还是不习惯那个味道。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晒红，因为他可能做晒红那一部分人嘛，他是没有做红茶的经验，往往一开始他是做不好的。所以说会导致很多晒红也不好喝。所以我们要喝一下这个蒙库的晒红。它很香啊。你闻一下。可以。但是还是没有那个烘干的那种香气。可能是茶叶本来的那种香气。茶叶本来的那种香气。我闻这个像跟我们在景迈上做的红茶。香气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你觉得会是什么原因？这个，它有一种很明显的香气，这个。那肯定是品种的原因啊，这个是蒙库的那个大叶种。还有生态环境也不一样。生态环境。工艺应该差不多。所以这个他们用老品种吗？还是？这是老品种。你尝一下。所以。你说那个老品种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老品种的话，就是说它用茶果、茶籽、茶的种子，然后直接种下去的那种，我们平时就叫老品种。他们也叫什么群体种。所以是可以说它不是品种，因为它每一棵树的基因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对。那有老品种出这样的香气还是很棒，我觉得。这个可以，我喝了的话，因为这个我也今天他们拿来了，我也没喝过，但是喝起来味道可以。然后看起来茶叶还是有一点绿。它的发酵不够对，这个算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因为它发的不重，有很多他们会发重了或者。发的不重。他这个是早上楼的，然后可能中午就拿去晒了。就是昨天的新叶，今天早上楼，然后中午就拿去晒了。所以那个发酵比较短。发酵时间短。平常那个发酵时间也是几个小时的。这个你得很多因素嘛，你可能也看它的湿度还有温度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温度高的话，温度够的话，它发酵的时间就短了嘛。你可能2-3个小时，1个多小时就可以拿去烘干或者晒干了。但是也要看你想要做出一个什么样味道的茶来。你发酵短，你最主要还是要看它发酵程度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要发酵程度轻一点的话，那可能就短一点了。如果要重一点的话，就时间长一点。但是最主要影响它的那个还是一个温度影响，对它影响更大。温度。对。如果你温度高一点，它发酵就更快嘛。那发酵的时候，你觉得这边的茶农会控制那些因素，会控制湿度、温度？
这个可以控制的。你比如湿度的话，它就看它萎凋的程度，它可能因为它这个发酵是要湿度嘛，它可能流的水分会更多一点嘛，或者说它哪一块湿的布把它盖起来，那个湿，还有这个大的环境发酵这个房间，它可能会喷一点雾啊或者怎么样，都湿度可以控制。不同的方式有加湿度。还有温度的话，你就是可以调节这个房间的温度哦。你可能说比如我春天或者冬天、秋天的话比较冷的，比如下半年发酵的时候，我这个发酵的那个堆，我可能厚一点嘛。或者说我盖的厚一点，那它温度就更容易起来了。这个都是可以控制的。可能我们应该再说一遍那个红茶基本的过程嘛，因为可能有一些茶友不了解，你可以介绍一下，就很快那个基本的过程。那个红茶加工的话，就是鲜叶拿回来，拿去萎雕，让它水分散失，然后水分差不多的程度，可能60%左右嘛。这个就是看你手感了，可能他们会做的话，就看它那个梗会不会断掉。如果梗不会断了，它水分就差不多合适了。然后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去揉。一般的话，红茶揉的话，它就是说，跟其他茶有点不一样，就是红茶，因为它最好还是要重压，就是说把茶叶揉得更细一点，揉细，然后就更好发酵嘛。就是鲜叶，然后萎雕，还有揉捻。揉捻之后，我们再把它解块，因为它成团了嘛。然后把它解块下来就可以发酵了。发酵就是你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发酵程度，你可能平时发酵的时候你要去观察，对不对？它到了发酵的程度，你就要及时的把它去烘干，然后就行了。一般烘干的话会烘干2次，第一次可能烘一个7成的干，然后让它凉了之后，摊凉之后，然后再去烘第2次。这样就行了。这个就是红茶的初加工。红茶的初加工，所以采摘、萎雕、揉捻、发酵，还有烘干。对。所以来第2泡这个。所以你平常怎么泡那个茶？你主要是做批发，所以你天天要喝很多茶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红茶它可能就是影响那个口感嘛，你可能因为每天它气候各方面都不一样嘛，它影响它口感的因素有很多，可能每天做出来都会有一点点区别，是不是？可能今天下雨啊，或者说今天哪一天天气好一点。然后可能平时就会每天都得喝，每天都得喝的话，因为我们是卖茶的，跟消费者他自己喝不一样，我们可能说希望喝出它有哪些不足的地方。可能我们试茶的话，一般就是用开水冲。用开水冲。对。如果因为你用开水冲的话，它可能会更苦涩一点吧。就是说它不好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把它试出来。然后，但是如果你是消费者，你自己品茶，你自己喝茶，你就没必要用开水冲，你可能就是85度啊、90度的是这样去冲出来的味道是更好的。这样苦涩味没那么重。对。还有一个是滇红嘛，它是那个大叶种的，是做普洱茶那种原料嘛，鲜叶做出来的红茶。它如果你浸泡久的话，它会有苦涩，所以说这个尽量让它时间短一点。然后泡出来的话，你可能口感上更适应一点。所以你试茶的时候，你喜欢喝比较浓的？不是，也不是说比较浓，就是我用的水温会用开水冲，但是我泡的时间还是不长。你泡的时间不长。对。那消费者喝的话，一般就是85度、90度，然后你就是这样冲的话就好喝了。对。那对你来说，什么是好喝的红茶？我觉得好喝的红茶，其实它跟其他的茶也是一样的。那可能就是说我要它醇厚一点，要有厚度，不能薄啊，不能像水一样，那就没法喝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有一点厚度。对，有一点厚度，然后尽量润口一点吧。就是说它可能苦涩稍微轻一点，
然后喝进去比较滑，比较润口一点。然后茶味的话，第一个就是茶味足了嘛，还有香气嘛，香气可能就是干茶会闻得见，一般茶汤里面可能更少一点嘛。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它能有花香就更好了嘛，但是大部分茶的话都是没有花香。花香。对，花香的话它可能要那个鲜叶，原料的话要比较生态一点，还有就是说你加工的时候气候要比较好一点，发酵也不能重，然后温度你烘干的温度要低，那可能才能出来，但是一般比较少。可能你经常做茶叶，它都很少出来。你提了好几次发酵轻、发酵重那个问题。那我第一次听这个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学茶的时候，你在网上查那些，大部分他们都会说红茶是全发酵茶。所以那我觉得奇怪，如果它是全发酵，怎么会有发酵轻的，还有重发酵的？那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嘛，它有一个程度，它虽然全部是发酵了嘛，但是它还有一个轻重的问题嘛。就比如你怎么说呢？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一瓶酒嘛，有的酒是10多度的，是不是？有的可能40-50度的，也可能这个我不知道比喻恰不恰当。就是反正你发酵的重一点的话，那个茶的叶底嘛，它可能会变黑。就是变黑。对，它有个茶褐素嘛，它就会出来嘛。它那个叶底会变黑，然后的话，另外就是说它茶汤泡出来的话就会更红。如果你发酵轻一点，它就是泡出来的汤色是黄的，它不是红。以前可能他们觉得滇红，以前的茶叶都是红的汤色嘛。但是现在也有慢慢出来的红茶叶了嘛，很多都是那种发酵轻一点的，它汤色更红。发酵轻一点，汤色更红。汤色更黄。更黄。对。所以你说这个轻发酵是一个新的趋势，这个？也不是，你得看哪个地方的客户那个消费群体不一样。可能北方的他喜欢就是说这种红的，他喜欢比较甜一点的口感嘛，北方的那个消费者。然后你像广东那一带的话，他希望的就是说我这个茶味要足一点。茶味足一点的话，我就发酵轻一点，就是它可能稍微带一小点苦涩，那茶味更重，因为他们可能喝茶更习惯喝那个口味重的嘛。就是针对不同的地区的消费群体，你就可以做出不同的那个口感。第一是消费者吧。对。因为我们看这个茶行业，可能有一种很传统，像茶叶应该是很传统的产品，但其实我觉得茶行业每年都有一些改变吧，都有一些新的趋势，然后那做茶的人都会适应新消费者的需求吧。对。所以你做了几年这个？现在做了第6年嘛。第6年。你本来来自江西。对。然后来到普洱就做那个红茶。对。所以你主要做什么工作呢？平时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说，比如客户他需要一个茶叶，然后我就跟他质量上把关一点吧。你比如一个工厂，它是每天都是生产很多茶叶出来，是不是？它有的时候会好一点，有的时候会又更不好一点嘛，是不是？那我就是替客户去把关一下，我可能说，我喝一下，觉得哪一天好了，我可能就要跟客户说要了这一天的茶叶了，就是这样。就是喝一下，挑一下就行了，然后把货发给客户。挑好的质量，就按照那个客户的需求。对。就像你说发酵重、发酵轻那些。对。我也想跟你讨论可能那些加工
茶加工，所以刚才你说微调，你要微调到它，就是它的茶根不会碎，不会断啊，不会断，对，它的茶根不会。那这个大概需要多久呢？那你也得是看一个温度了。如果你温度高的话，然后还有就是你尾雕如果比较薄的话，那其实也是很快的。一般如果天气好，你像现在这种啊，对吧，20多度啊，天气出太阳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昨天晚上，昨天收了鲜叶嘛，到今天早上可能8、9点钟，可能10多个小时嘛，14个小时左右，14个小时左右，正常的天气嘛。那如果你下雨的话，可能本来你下雨采的鲜叶就水分多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第二天你尾雕的时候也在下雨，那个空气湿度很大，那个水分就上不出去，可能就是要一天多了还不行。1天多还不行。所以说你做红茶，你得是气候还是得关注一下气候，那个受天气的影响很大。天气的影响。如果你想做好一点的话，就是说我下雨天我可能把这个鲜叶去拿做绿茶就行了，我不拿来做红茶。就算你下雨天你做出来的那个味道也是没有那么好。然后微调之后要揉，要做揉捻。对。那你对那个揉捻有什么看法呢？揉捻如果你想，一般红茶揉捻的话，你就是还是得加压，就是你看一个结果嘛，结果来说，我这个茶叶做出揉下来是必须是细的。揉捻很重。对，重揉捻的那种。因为我明白，那这个是我在书上看过，但是还是有道理嘛。就是红茶的揉捻，跟普洱茶的揉捻目标不一样。对。目标不一样。我听说你揉红茶的时候也要让水蒸发。水蒸发。对。那不知道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不是蒸发，它要把茶叶汁揉出来。你压那个茶叶，那你压的那么紧，它的水就要出来嘛。对，然后因为它都在动，它比较容易蒸发。就把茶汁挤出来，就像我们拧毛巾一样，把那个茶汁拧出来。所以揉捻可以说一个目标就是把那些细胞破坏掉让它更发酵更均匀。对。还有就是做一个条形，红茶的条形做细。你要揉多久？一般都是45分钟以上，如果你要做好一点，到一个小时以上。45到1个小时。你就是看你想做成它的外形是什么样子的，还有就是说看你这个茶叶，如果你老一点的话，你就更不容易成型了嘛，它可能揉的时间就更久。如果你是芽茶或者一芽一叶的话，它揉的时间就可以更短一点了，因为它那个鲜叶本来就是比较细嘛，比较嫩嘛，就是得看很多因素。然后发酵呢？发酵刚才你介绍了一点，可以做轻的，可以做重的，可以控制它的湿度，用不同的方法控制那些。所以我想，可能对茶味道最有影响的过程就是那个发酵，是不是？对。发酵的方式。你发酵你有3个因素，你一个就是说它水分，就是湿度嘛。我可能这茶叶本来的湿度，还有就是它发酵那个空间的湿度。发酵那2个你就可能就是说你茶叶它的湿度，我可以通过尾雕那个程度，尾雕的程度来控制它最后发酵的时候的那个水分嘛，湿度。还有就是那个大环境，我可能就是说让它湿度高一点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氧气它是氧化，发酵是一个氧化的过程嘛，你需要氧气，是不是？你不可能说把它密封在一个环境里面，那没有氧气它也没办法发酵。没有氧气没有发酵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温度了，就是它需要温度它才会发酵。如果你都是冷的嘛，它就发不了嘛。对，因为这都是煤让它发酵。对，那你
那现在他们这种的话，就是有一个很好的，就是说，它现在有个有氧发酵，就是以前可能就是说他们会把那个茶叶捂起来嘛，可能哪一个框框可能堆得很高，是不是？那然后他们呢把那个布盖起来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它就会缺氧。就是说氧气它会很少。所以故意让它缺氧。不是说故意，就是说以前的茶叶它发酵的会更重一点嘛。然后的话然后它那样子，如果你堆得高一点、厚一点，它温度更容易起来嘛。但是那样子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因为它接触的空气的面积嘛，比较少一点，那它就会可能氧气这一方面就更不足一点。还是会，那你如果那种情况它弄出来的液体的话，它就没有那么亮了。没有那么亮。如果你比如你现在发酵，因为它有的工艺它发酵比较轻嘛，比较轻的话，我那时间就不用那么长。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说，我发酵的时候，以前他们可能是发酵比较长的，都是晚上发酵，可能我晚上揉了，第二天早上才去烘，是不是？那个时间比较长。还有一个是下半夜那个温度比较低。所以它会堆得比较厚嘛，然后它可能就是更厚，那你接触空气的面积就更小嘛，然后的话那种的话就是，液体就没有那么亮，就是那个光泽度没有那么好。那现在的话就是说，因为现在它可以控制那个萎凋的程度，我可以控制它萎凋的进度嘛，我可能让它说，这个鲜叶我让它早上我就可以揉了，是不是？就让它萎凋到早上，通过人为的方式去控制它的萎凋程度嘛。我可能就是早上我就可以揉捻了。那早上可以揉捻的时候，然后我中午的时候，我不是温度很高吗？白天温度都很高嘛，那可能我2-3个小时我就可以拿去烘干了，或者3-4个小时。那我就可以放，白天本来室内的温度就比较高嘛。不像下半夜，那我这个茶叶我发酵的时候我就可以摊薄一点，是不是？摊薄一点，那我空气接触的面积就更大了。更大的话，那它氧气就更足一点，氧气更足一点，当然它还是有温度的，白天温度比较高，所以你那样子做出来的话，那个液体就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你收茶叶的茶厂大不大？他们一天的话，多的时候可以2吨的鲜叶吧，2吨的鲜叶就可以做出400多公斤茶叶，400公斤左右的干茶。那你得多的时候嘛，少的时候可能就是说200-300斤啊，也有可能100-200斤。比如你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茶叶很少，慢慢多起来。反正它最多的话就可能做2吨的鲜叶一天。2吨的鲜叶。那我们在景迈做普洱茶的话，我们一天大概可以加工100公斤的鲜叶。最多150嘛。你那个手工的还是不一样。手工的。但是一天2吨的鲜叶算是也不是最大的，是中等的。对。那在景迈我感觉也是一个兴趣，是很多人现在想做红茶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们也不去很认真的研究那个茶加工，我觉得它比普洱茶复杂多嘛。对，如果你弄得不好，你就是说这个茶叶就没法喝了。你不像其他的茶叶，你比如绿茶啊或者晒青啊，就算你做的再不好，它还是可以喝的，人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这个红茶如果你弄得不好，还是没法喝。你就像晒红一样嘛，晒红的话，因为你像现在很多晒红，它的口感是，拿我个人来说，或者是大部分消费者来说，他还是不习惯去接受的。他就像我一开始喝那个生茶一样，我觉得喝不下去，喝不进去嘛。但是现在很多卖普洱茶的人嘛，他想去推这个，他用普洱茶的概念去推这个晒红嘛。那个晒红。对。其实晒红，如果
你原料好的话，还有你懂得加工这个茶叶红茶的话，还是可以做得好的。比如你本来就是做红茶的啊，你懂得这个原理，你又知道这个红茶怎么做，那如果你去做晒红，还是可以做出好喝的来。大部分人因为他没有做过红茶，他只是说我有人要这个红茶，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卖普洱茶的，他用普洱茶那一套理论，他去推这个晒红嘛，他就是觉得这个晒红我可以放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去推这个晒红，然后比如那个茶山上的人，他没有做过晒红，他有人要，他就也去尝试着去做。那做他只是看别人做，比如你是做红茶的，我就去看你做，他实际操作的经验，比如我跟你学我本来我也是做我可能是做晒青的，你是做红茶的，是不是？我去你那里看一下，我觉得可以了嘛，简单嘛，是不是？他实际的动手能力是很强的，但是他背后的那原理他不懂。就是说他实际操作能力，你说你叫他揉，叫他弄，叫他烘干什么东西，叫他去晒，这些他都知道，但是他就是缺一个理论的指导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所以他大部分人弄出来的还是不好喝。那你说滇红它是传统的，可能我觉得也是这个因素，滇红它不这么依赖天气，它可能更适合做一个标准产品，我感觉那个滇红它做得更稳定。对嘛，没错嘛，它就不受它因为你干燥的方式是用烘干的嘛，所以说我不管下雨也好，天晴也好，我都能把它烘干嘛。其实就是跟你晒青跟做绿茶一样了，不有这个区别了。然后我感觉滇红你第一个月就可以喝，你做那个晒青，我觉得还是要等，可能它会几个月以后才开始香那些。对，首先它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它不香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它和晒青其实有点一样的，就是说可能青味一开始刚晒出来，它青味会比较重，更难不容易入口，不是那么的顺口喝进去。那你说放一段时间，这个我也没有对比过，有的人他就觉得我这个茶，你得有实际的数字，是不是？可能我的确是这个茶叶，我今年做了，前年也做了，我把它放一点，我对比一下，看它的变化。但是现在的话呢，可能大部分人他就是说，他看别人说这个晒红可以放，他也觉得说这个可以放。你没有你自己没有实际的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心里也没有底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的实际的我今年放一点，明年放一点，我真的是它是越来越好喝，那我才敢跟别人说这个是可以放的。但是现在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觉得这个可以放。但实际的话，它能不能变好，我心里也没底。那主要是卖普洱茶的人也会卖晒红嘛，因为本来那个红茶的红叶都是滇红，然后本来那个产品也不是可以放久的，可能要1-2年以内卖出去，卖到消费者，我的意思。对。好，那可能今天差不多了吧，已经提了很多不同的主题，要休息一下，再坚持去喝这个茶，喝其他茶，好。所以那我们下次见。所以我这是于建辉红茶的专家。没有。然后那下次你们可以放一些评论，留一些评论。然后如果你们有特别的问题，我们也会在一起拍视频，反正我们天天会见，我们会再拍一个视频，回答那些问题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